仁宗在位1年而已，你称仁那合理吗？靖难之役，真主曾经口头许诺汉王朱高煦成大事之后就封汝为太子，但是胖到不太能走路的朱高炽死守北平，立下赫赫战功。永乐2年的4月，还是决定把朱高炽封为皇太子啊，真正的6度下诏监国的太子，这个在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了。漫长的6次监国可以说是奠定了明朝的皇统继承的确认，再加上三阳辅政树立了内阁制度的典范，展现了他的政治才能。甚至我们可以讲，整个永乐朝的后半段，基本上坐在皇城里面办公的人是朱高炽啊，所以历史上称他跟他的儿子叫仁宣之治啊，是明朝最好的年代。只可能说啊，仁宗天不假年啊，未能享国长一点哦。不过他儿子确实有继承他的遗志啊。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节目，我是主持人历史哥黎修。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我们的历史讲堂系列哦，来聊聊大任诗人啊。最近呢，我们正在聊中国史上的4个仁宗啊。那我们陆续已经聊了2个仁宗了，宋朝跟元朝仁宗哈。刚好宋元明清4大仁宗啊，其中一个呢最短命啊，在位仅仅1年啊。但他凭什么叫仁宗呢？因为我想我们经过仁宗系列讨论，我们已经知道仁这个谥号啊，在中国古代呢是极受士大夫推崇之意啊，但偏偏就是这么的反差。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另外呢，我们必须讲哈，如果说4大仁宗一个只在位1年，你跟我说他并列4大仁宗，你会说历史哥你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啊？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呢，没有当皇帝，却好像在干皇帝的工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不被爸爸喜欢，那最终呢，却因为儿子被爸爸喜欢，也当上了皇帝啊！这错综复杂的故事啊，其实啊都很值得来书写啊。那关于呢，我们明朝这位仁宗明仁宗，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好，那我们就让今天我们来好好聊一聊。当然讲到历史啊，我们来欢迎谁呢？我们来欢迎王立本老师，学好。学弟好，还有全世界的观众大家好。是，像我们今天来聊一个，算是我们这里讨论过最特别的皇帝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所谓在位1年的皇帝哦。明仁宗大概是我们这个系列开播以来啊，在位最短时间，却被我们单独列了一讲啊。他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故事？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他的生平开始看起啊？好的，其实学弟讲的也不准确，不是在位1年，在位只有9个多月，因为他的年号从熙只有1年，但其实就是9个多月啊。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只有3季多一点，第4季都没做就结束了哈。刚刚学弟其实说的很好，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皇帝，他在位时间这么短，可是他在明史上面的地位却非常的高。因为虽然在位时间短，但他实际上却有相当长的表现的机会以及表现的时间也的的确确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父亲，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藩王造反成功夺权的这样一个父亲可是他的性格跟他的父亲却是完全相反所以他最后能够顺利登基即位，其实中间也有一些曲折。那他即位之后的各种作为，也跟过去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这2代可以说自己动手打天下的2个皇帝，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先讲一下明仁宗朱高炽朱高炽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是非常有名的，就明成祖永乐皇帝永乐皇帝他的皇位靠他自己发动武装叛乱最后得到皇位。朱高炽的母亲系出于名门，他的母亲就是大名鼎鼎明朝的开国将领徐达的女儿娶了徐皇后之后，他们2个人很快就有了几个孩子其中长子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一位朱高炽所以朱高炽可以说是燕王的嫡长子所以就身份来讲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知道其实朱元璋他一直很希望他的王朝能够嫡系传嫡系，皇统的传承能够非常清楚，结果没想到太子朱标竟然早死朱元璋当时用的方法就是说，那我就继续坚持他嫡系这个皇统，所以当时就立了皇太孙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建文帝
又称明惠帝，没有多久，他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另外年纪比较大的4位藩王，包括燕王在内，也把他们的传承系统给确定了啊。各位，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动作，等于是告诉天下，我朱元璋皇统这一支就是要传嫡系，这样传下去。当时就封了朱高炽为燕王世子。据我们今天看到明史的记载以及当时的一些笔记的记载哈，明太祖朱元璋就蛮喜欢朱高炽这个小孩的。对，我们先讲一下啊，朱高炽的性格跟他的父亲还有跟他祖父是完全不一样，这个应该是没有夸张的，因为包括当时的一些朝臣的记载都一样，都说他有几个点：第一，他沉默稳重，他不太讲话，而且喜欢读书，就是完全是一派太平天子的模样啊。我们知道这个朱家其实是没有什么教养的，对不对？这个我们就直接讲了，奇葩皇帝特别多。对对对，朱元璋之外，他的老爸燕王朱棣可以说一辈子是在战场上的，像个老兵一样，所以这个孩子也不能讲反常啦，就是展现了一种到第3代皇孙一种太平天子的气质哈。而且根据我们今天看到明史的记载，朱高炽年轻的时候不只喜欢读书，其实练武的表现也不错啊。他擅长射箭，据说跟其他几个藩王的世子比试射箭，每次他的射箭都得到冠军。这件事让朱元璋注意到，这个孩子也说，这个老四有这个儿子哈，表现得非常好。而且据说他12、13岁的时候就可以跟儒臣一起讨论儒家的经典，展现了很好的记忆力哈，而且很喜欢读书。不该他讲话的时候，他就在旁边沉默寡言不说话。所以这位皇子在儿童时期就得到不错的评价，而且我认为应该不是溢美啊，因为看起来他确实是这样啊。不过朱高炽却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据说他10几岁的时候身体就非常的肥胖。而且他从小就患有哮喘，用今天话说，就是他身体不算是很好啊。对，另外还有一点啊，也有一些明史上有一些记载说他少年的时候就不良于行，到底是怎么不良于行就没有很详细的记载啊，不晓得是后天造成还是先天造成，再加上他身体非常的肥胖，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痛风的现象出现。各位，长短脚、肥胖、痛风导致这个皇帝不良于行啊，所以当时也有许多人认为说他未来能接他父亲的位置吗？身体的缺陷跟他先天身体上的一些问题毛病也成为朱高炽后来他非常大的一个隐患。如果他的爸爸就是一直当个燕王，他这些缺点也就不算什么了，是不是？问题是他爸后来就太厉害了，对不对？他爸后来就发动了我们知道历史上所谓的靖难之役。靖难之役可以说把整个明朝的历史进入了全新的一个阶段啊！我们知道建文帝因为在齐泰、黄子成、方孝孺等人的建议之下，进行了所谓的削藩政策。他的削藩很快就引发了藩王很激烈的反抗，有的藩王甚至被他逼到死掉了啊！可是驻守在北平的燕王朱棣是不一样的，在洪武末年就已经参加过北伐了，展现了很高的军事才能，使得他跟其他所有藩王都非常的不同。当时燕王朱棣手上的直辖部队大概就是3万到3万5千人，不算太多，但是是骁勇能战的部队哦。对，他是守在最前线，长城最前线，打蒙古用的。对，没错。所以后来朱棣就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我们知道历史上所谓靖难之役哈。这靖难之役前后也历经了2年多，对不对？可以说一开始的时候，建文帝是占有绝对的优势啊。建文帝当时手上能调动的部队有50、60万，第一阶段的统帅是由朱元璋时代的老臣叫耿炳文所率领哈。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虽然他手上有不少的部队，也有一些军官很能作战，但是却有一个问题，就是朱元璋晚年把所有能打仗的老臣几乎都杀光了。这是耿炳文是当时朱元璋时代唯一一个残存下来的老将，但朱元璋不杀他有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个人能力实在是不怎么样。耿炳文向燕王的所在地河北这一带发动进攻，很快就在几场战役当中就被击败了。不过建文帝很快发现耿炳文不是对手，而且没有办法跟燕军作战的情况之下，就调动了第2任统帅就李锦荣算起来李锦荣是皇亲，对不对啊？他的父亲李文忠也是开国名将各位，但是很不幸的这李锦荣比他的父亲能力差得非常多甚至还不如第1任的耿炳文所以当时燕王就进行一个非常大胆的战略，就是他率领燕军的主力大概3万人，
直接奔袭关外一个重要的军事重镇叫大宁。有2个原因，第一个，大宁有很丰富的军厨；二方面是大宁有很多军官过去是燕王的部下，所以他认为如果燕王亲自开道的话，应该可以得到内应，把大宁拿下，北平的后顾之忧就结束了哈。那成祖率领主力夺取大宁的时候，那北平谁来守，对不对？这是最关键的啊。明成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也是影响后来明朝政局的决定，他就把这个被认为是比较文弱哈。而且我告诉各位，这时候他已经非常胖了，胖到不太能走路的长子明仁宗留下来守北平。有记载说他的城内守军只有数千人，但也有记载说在1万多人。1万多人原因是因为后来朱高炽下令把城内所有老弱妇孺能作战的全部集中起来啊，有武器拿武器，没有武器搬石头，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但是在这场战役当中，明仁宗可以说表现非常好了。有2件，除了他指挥若定之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当时的建文帝为了分化他们父子，甚至派人送的密诏给明仁宗，说你只要愿意归顺朝廷，未来你还是燕王。什么意思呢？你就跟我一起从背后打你老爸。当时这对燕王来讲是非常危险的，我认为是整个靖难战役的一个重要关键。对，明仁宗竟然把建文帝给他的密诏原封不动，开都没有开，直接派人送去给他父亲。他父亲拆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建文玩这一招。这件事就让他的父亲对这个儿子刮目相看啊。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你还愿意绝对忠诚完成我给你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啊！所以后来北平在李景隆猛烈的攻击啊，甚至一度有几次都已经快要把城门攻破了。但是李景隆这个人实在是不但没有什么能力，而且还嫉贤妒能啊！明仁宗朱高炽甚至还2次啊命令他的部队在2次夜间发动奇袭，都造成李景隆的重大的损失啊！后来果然燕王很成功夺取了大宁啊，然后回过头来对李景隆发动了几次攻击，最后南京朝廷的政府军就大败啊。那朱高炽在这一战当中表现他的沉着落定跟他的忠诚啊，都让他的父亲对他刮目相看。所以各位，这告诉我们一件事：胖子不见得就不能打仗，对不对？所以他表现的还是蛮好的啊。所以他在燕王世子时代就有这样的一次表现。后来靖难之役就以成祖攻破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作为收场，对不对啊？成祖他当时人就到了南京哈，这个到了南京之后，朱高炽还留在燕王的封地老地方继续留守啊。我告诉各位，他的父亲在夺取大宁也好，以及后来一路打到南京也好，他的父亲身旁带了2个人。谁呢？就是他的2弟跟3弟，汉王朱高煦啊，跟赵王朱高燧。先讲一下他这2个弟弟，他这2个弟弟其实跟他是同一个母亲生的，是徐皇后生的啊。所以这2个弟弟讲起来也是嫡出，但这2个弟弟跟朱高炽完全不一样。这2个弟弟据说能征善战，从小就跟着他父亲一起作战。这2个都是12、13岁上马，跟着他的父亲去打过蒙古人。所以这一次对南京朝廷的作战的过程当中，几乎所有重要的战役，他这2个儿子都参加了。所以当时很多人就认为说，成祖的部队攻下南京之后，会不会朱高炽的皇太子之位也不保啊？这是朱高炽又面对一个这样的问题。不过我们前面讲了，他因为死守北平，立下了赫赫战功啊。虽然当时有许多的流言啊，甚至于当时燕王朱棣在跟南京朝廷作战的时候，都曾经口头许诺过汉王朱高煦，就是说成大事之后就封汝为太子啊。但是攻下南京之后，天下大定，很快的状况就安定。所以在成祖看来，国家还是以安定比较重要，所以在永乐2年的4月，还是决定把朱高炽招入南京应天府，封为皇太子啊。他的太子的位置到这里才算是确定。我这边补充几个，当初确实对于朱高炽就是仁宗来讲确实几度危急啊。危急在哪里？倒不是靖难，靖难是很危急，但是呢，他的人生最危急的是在他老爸当皇帝的这2年多的时间因为这2年多的时间，第一个就刚才其实有提到嘛，口头许诺，朱高煦是每天就在他老爸身边念念叨叨的就觉得说就有答应我啦，对不对？而且他其实跟他的3弟这看不太起他这个大哥对，就他们2个觉得说，他打仗他有供什么力吗？我们是出生入死对，跟着父亲嘛。而且燕王其实他这个是个老兵嘛他还在当燕王的时候，他每天是跟蒙古人在打仗的大家了解在明朝初期的时候呢，明朝还没建立长城，所以当时是用军阵防守。
用军政防守就使得呢，其实经常性的要跟蒙古的小规模部队要打仗，所以燕王部队很精锐是在这里。那高许稍微懂事之后，基本上就经常随侍在附近身侧，甚至呢在靖难的时候几次还亲自救了成主就拼死护卫他爸爸因为燕王大概中国皇帝里面最特殊的地方是，他很喜欢身先士卒对，每一场仗他都冲最前面，是所以亲冒死时所以他的儿子朱高煦就也有这样的一个性格，所以燕王真的是对他真的很喜欢。所以当时一开始王朝确立之后呢，群臣多次请立皇太子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还记得吗？之前呢，除了建文帝被朱元璋指定为皇太孙之外，秦晋燕州4大长王他们的世子全部都是太祖指定的。那这里就形成一个心理的低囊了就是说对燕王来讲如果今天他不夺嫡他当个屁皇帝，大家了解。所以他对于说，如果是照太子也轮不到他，所以他有一点这个逆反心里面，但是呢，他又要强调他是正统继承自他老爸朱元璋的王朝。那老爸都指定了世子，所以他就纠结再纠结最后呢，有一个理由真正的就说服他怎样了因为呢，大家也知道朱元璋其实很长寿所以朱元璋在世的时候，他已经儿孙满天下了包括到了燕王当皇帝的时候，其实仁宗已经都生儿子了仁宗的长子就是后来的明宣宗朱瞻基，很值得我们再好好谈的一个皇帝这是明朝的全盛时期。朱瞻基从小就表现出非常特殊的天资文武双全可以这么讲，所以成主特别喜欢朱瞻基所以后来想了又想以说第一个无过啦，有功啦，出身好嘛，因为嫡长子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废他嘛所以最后想一想就给了一个理由叫好圣孙我有一个很棒的孙子那好吧，就决定是你了所以最后本来是孤缓之所以在考虑再三，想了2年又4个月终于决定呢把这太子之位呢还是给了仁宗，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仁宗太子位只是得来不易没错当然这里面还有几个人也是出上力了一个是内阁首辅谢晋，因为其实成主很苦恼，他一直在想，如果我今天不立长子的话会不会又出现夺嫡？但是如果立了，会不会又被夺嫡？大家知道这个矛盾心理吗？因为他自己是夺嫡嘛，他很怕他的儿子太过文弱，跟建文帝一样，以后守不住江山，是，所以他的心病，知道吗？他又要强调说我的皇位是合法，我是从我父亲那一系列继承下来，那他就不能够轻易的把朱高炽给废掉因为朱高炽是当年太祖皇帝所亲自册封的世子。二方面他又怕朱高炽跟建文一样这个胖子守不住天下，所以很矛盾的心态就在这个拉扯的过程当中展现无疑。对，所以最后谢晋讲一句话叫做立嫡以长算是给了成主其中一个定希望。第二个是黄怀也是当时的名臣，他说长嫡成统，万事正法。这个正法黄怀就懂成主的心一句话点到正法，就是正法我就是理所当然该继承你看明朝一世最大的毛病点就是从成主夺嫡之后问题接着我们来就是永远在讨论正统的问题。之后我们明朝慢慢讲大家就会了解继承一直是大问题。超级大玩家武宗死了之后，那个问题才大。整个明朝几乎那一次之后，整个皇位的继承系统等于是做了一次非常大的转换，是可以这样。所以这边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明朝也算是传承毛病很多的一个朝代啦当然了，我想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今天他能够在位不到1年称仁宗，其实最大的关键是他虽然没有当皇帝，但是他其实在做皇帝的事情对，据说他6度监国历史上也没有监国可以监这么久，而且前后加起来监国监了11年没错，好，6度监国的太子，对不对？这个在历史上我认为是没有第二个了。在历史上当然是有这种状况，比如说皇帝有什么事情，比如说到江南巡视或者是皇帝要到代外去出征国政，就有几个重臣来辅佐皇太子暂时来处理，有点像实习一样甚至有的时候皇帝根本没有什么事，他纯粹就是训练太子这几个事交由你来办，我看你怎么办等等这种状况，就是培育储君对，就是一定要给储君熟练国政的机会。二方面要训练他跟文官集团如何互动，哇，这个是大问题对，皇帝跟文官集团的互动的好，朝政平安无事；互动不好，朝政
就会漏洞百出哈。这个我们以前世足也有讲过，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讨论这个问题。那为什么朱高炽在立为太子之后，竟然6度监国？这就非常奇特，而且各位，他不是只是说皇帝指定他说哪些事给你办，他是真正的下诏监国。为什么会这样呢？有2个重要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是成祖是一个标准的老兵嘛，对不对啊？我们今天从他即位之后这22年的他的所有的行为，还有他所有所做的事情来看，叫他坐在金銮宝殿里面好好的办公当皇帝，对他来讲似乎有点痛苦哈。对成祖来讲，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金戈铁马，对不对啊？带着他的部队驰骋在塞北的草原，追着蒙古人打，这是他最喜欢的事情，是不是啊？那国政交给谁呢？那当然就是交给皇太子朱高炽来负责办理，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什么呢？谢晋啊、黄怀这些人都告诉明成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就是从此之后明朝要步入正法。什么是正法？各位，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要从朱元璋讲起？朱元璋的长子早早死了，结果弄了他的孙子建文来即位，就建文被明成祖给推翻了。也就是说，明朝的皇位传承并没有一个正常的状况出现。各位不要小看这件事，皇位的传承相当于古代封建王朝的宪法，我们可以这样讲。就大明王朝建立到现在也有30-40年，竟然没有一个正常的皇位传承出现，这个对明朝的正统性跟他对臣民中的威信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明成祖他也注意到这件事啊，他就认为说应该要给这一个他认为能力上跟声望上还有所不足的儿子给他表现的机会啊。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每一次只要北征对蒙古人发动攻击的时候，他就叫他的儿子监国。甚至我们可以讲，整个永乐朝的后大概14-15年，基本上坐在皇城里面办公的人是朱高炽并不是他父亲。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朱高炽好像只有在位9个多月，对不对？就死掉了。其实不是各位，他20多岁就已经开始处理国政了，而且在他父亲的刻意安排之下坐镇在皇城里面处理国。各位，这其实蛮有趣的。他父亲夺权成功之后，把他从北平招到南京，对不对？就他父亲没有多久，就自己又跑到北平去。那明成祖后来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北方，他人并不在南京等于是他父子俩换位了。我们稍微讲一下他这6次监国的状况啊。首先，第一次监国是永乐6年，那年明成祖就下诏迁都北京从此之后，明朝就成为一个双首都帝国，南京还保留一套完整的官僚体制。但是我们知道迁都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这一次明成祖亲自率领了一批人马到北京之后，他就第一次命令朱高炽监国还命令简易金钟、胡广、黄怀、杨荣、杨士奇、金幼之等等这些人来辅佐朱高炽各位，这几个人后来当家的时间都很长，一直当家到宣宗，甚至到英宗早年，可以说是贯穿永乐朝到仁宗、宣宗这3朝很重要的文官集团的核心各位，这里面也透露一件事，就是我刚说的明成祖要这一位皇太子跟官僚集团保持良好的关系，你要立下一个互动的典范。各位，这很重要。其实明朝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里，而明仁宗这段时间就树立了一个典范，就是皇帝怎么跟官僚集团有一个良好的互动，能够互相协调，然后把国家的政治能够顺利的完成我们看明史的史书上来讲，第一次监国朱高炽表现的就相当好当时他的父亲在北方建新的首都的时候，他除了在南方调配物资调集各省的人力物力去支援他的父亲新建北京城之外，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他开始整理江南地区的税赋。各位，这很重要税赋帝国的命脉，对不对？这苦差事这得罪人的事而且还有一点是非常的繁琐，因为你的账本要样样对二方面是当时永乐朝已经恢复科举了明仁宗也速度高建新科的举子，另外他还延续了他的祖父就是朱元璋的翰林院庶吉士这样的一个制度就是让整个朝廷文官集团的队伍更加的茁壮跟完整。所以他第一次监国表现就很好他的父亲成祖在北方也常常会有什么事情他想问的话，叫大臣直接跟他报告，送来的报告就表示说他的儿子把国家治理的不错，政治上轨道，也让他父亲对他也真的是刮目相看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永乐11年这一次就是因为明成祖要深入漠北北伐，所以他历史上的第2次监国就在永乐11年明成祖这一次北伐还有一点很特别他带着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带着这个小朋友去北伐，对不对
好甚孙啊！各位，这也是一个宣誓啊，就是我的皇统已经清楚了，除了朱高炽之外，我还要这个孙子将来有一天也要接大位。这一次明成祖还是命令简义、黄怀、杨士奇、杨溥等人负责辅佐太子监国啊。不过这一次稍微出了一个插曲了，明成祖永乐13年他回朝的时候，据说当时的南京朝廷明仁宗啊，在接驾的礼节上面做的并不是很好，据说是迟到了哈。简单讲啊，这件事情让当时跟在明成祖旁边的汉王朱高煦就认为他的机会又来了，对不对啊？开始贼心不死。这个弟弟也是蛮妙的，你哥哥都已经太子超过10年了，你还在这样啊？然后又告诉他父亲说，朱高炽恐怕有不臣之心啊，曾经一度造成黄怀、杨士奇等人下狱哦。各位，是内阁的大学士竟然被抓起来下狱，是蛮严重的啊。不过这件事情，朱高炽又展现他的政治 EQ 啊。他的父亲偷进见他，然后用很严厉的口气责备他：你知不知道你这些大臣做错事了？然后你知不知道有人在我面前一直说你不适合当太子？他说我完全不知道，我只知道要把国家治理好。如果大臣真的犯了什么错啊，我们就照国法来处置。如果父皇你还有什么其他要交代的啊，那我作为儿子，我该做好的我就会全力把它做好。表现得非常镇定，这件事也让他父亲对这个儿子又有一层新的认识啊。另外，他的父亲明成祖私底下讲，他已经有人君风度，就说你已经有了一个当皇帝该有的样子。这是我看明朝史书这样子记载，我认为他父亲有点在吓他了，对，他父亲有点在测试他。当发生大事的时候你怎么办？就没想到这孩子不错啊，并没有害怕。其实这里面很有意思哦。首先呢，几个点啊，第一个，当时就有人说啊，如果太子呢急急忙忙护卫着这些大臣的话那他就是有不臣之心。大家有没有想到奇怪，怎么那么反常？没有问题，因为很简单，大权始终在皇帝手上，这些大臣是皇帝的大臣，不是你太子的大臣。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了解做这监国多难做啊？我的天啊！对。提着脑袋在看，是，这是真的啊，所以很难干啊。但是你看，仁宗就是知道他爸爸的姓。我觉得仁宗跟他的另外2个弟弟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另外2个弟弟，尤其是汉王朱高煦他觉得他跟爸爸很像，所以他懂臣主的心。但是其实就是他跟臣主太像，反正他没有办法真正去参透臣主要什么。但是当时太子朱高炽他懂朱棣的心病，其实跟朱元璋跟他爷爷心病是一样的，是很像的。对，没错，就想着子孙的问题。对，卧榻之侧，启龙贪婪害岁。即便你是我儿子，老子还没死之前，你休想！大家要了解这事。那另外还有一个点呢，就是经过这次政治危机之后，到了永乐的9年的时候呢，好胜孙宣宗也是朱高炽的长子正式的被立为皇太孙。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就是给他吃下定心丸。同一时间呢，第3度的监国就开始了。那基本上大部分史家都认为啦，第3度监国之后，臣主是真正信任这个儿子，不会再把他换掉了，因为我不只指定你，我还隔代指定。那这个做法其实也是受到太祖的影响啦。太祖就是为了要确立皇统嘛，我就这样子把你给延续下去。其实大家还是可以看出来明成祖就是一辈子困在父子关系的一个人啊。你可以处处看到他在模仿他爸爸，但他处处又在对他爸爸的做法有质疑，但是他最终又回到他爸爸的身体。他真的很喜欢朱瞻基啊，后来他去哪里都带着朱瞻基。对。非常喜欢这个孙子，甚至有说法嘛，就是说朱瞻基跟他阿公的时间不是比爸爸还要久啊，因为他当时住在北京。对，我们看那记载来讲的话，他反而跟他爸时间没有那么久，是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所以后来当然又陆陆续续又几次监国了前后就加起来就11年。大家不要忘了，永乐朝也就22年，除以一半都是朱高炽在监国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学长。是的没有错啊。那这段时间，第一个确认了仁宗他的领导才能，他非常的谦恭有致，赢得他父亲对他的信赖。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他父亲这段时间每一次都带着朱瞻基就在身边到北方去，即使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也没有显得紧张所以也让成祖非常的喜欢这个孩子，所以这个皇统的继承就确定了各位不要小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整个大明王朝的安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就使得我们他整个皇位的传承可以进入到一个正轨的状态因为前面几代都是造反嘛，对不对终于皇统得到确认整个国家的制度上的轨道，所以这是
非常重要。另外这边再提一下，这个时候明成祖也开始派遣郑和下西洋。各位这段时间不要忘记，坐镇南京的人是朱高炽，所以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主要在主持这件事情是仁宗，并不是成祖。最漫长的6次监国，总共超过10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奠定了明朝的皇统继承的确认啊。再加上仁宗也展现了他的政治才能，他跟内阁当中的重臣杨荣、杨溥、杨士奇另外像金幼之啦、简易啦、黄怀啦这些人，就树立了一个文官集团中的核心，而这个核心跟仁宗有非常良好的默契也得到仁宗相当程度的尊重我们知道明朝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明太祖晚年的时候，因为胡惟庸的问题，就宣布废除了中书省，6部直接向皇帝负责。不过朱元璋到了晚年之后，我们知道一方面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二方面他开始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此沉重繁琐的国政，如果不是一个像他这样的能力非常强大的皇帝，恐怕就没有办法能够处理完成。这个朱元璋到了晚年，除了皇子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困扰，就是他要怎么样重新建立文官集团的核心。所以朱元璋晚年就建立所谓春夏秋冬4府官。到了成祖时代就开始出现了2个字，叫做内阁。那明成祖时代就开始逐渐形成了几个重要的人物。一般来讲，最具代表性，除了我刚讲那几个之外，重中之重就是历史上的三杨三杨可以说是明朝内阁宰辅里面的典范级的人物在他们3个人的辅佐之下明朝的政局就逐渐走向了安定，也在仁宗这一朝树立了内阁制度的一个典范，我们可以这样说OK。是三杨辅政甚至有一些学者做研究，到了1421年之后，几乎是年年监国嘛。对，那实质上整个的政务运作就已经构成以仁宗为首，然后三杨为辅的一个内阁稳定的一个运作制度。那另外呢，三杨每一个都是君子这时候真的可以达成重镇营草嘛。所以三杨辅政的格局其实就在仁宗监国的时期，就基本这个格局确立。所以我们今天常讲说，明清所谓的内阁制事实上呢，就是初定型于成祖朝。那为什么定型于成祖朝？就是在成祖朝这么特别的政治环境下面所形成的一个状况。而那个首辅本来从一个很低阶品位的官，就变成阁权变大后来认为内阁就像是实质宰相这样，当然也不能说是真正宰相，但至少一定程度成为百官当中呢非常重要的存在，然后渐渐的就让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文官之首的中枢是这样来的。成祖驾崩之后呢，当然朱高炽就顺理成章的就即位为皇帝，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明仁宗但在位时间真的很短，9个多月就驾崩了那这里就留下了一些历史上的疑义学长。仁宗也太快死了吧？我们先讲一下，他即位之后，其实除了继续整理财政二方面他也当时郑和下西洋开始收到了一些效果了所以当时有许多东南亚的国家都来明朝朝贡，所以当时明朝可以说是欣欣向荣我们可以这样讲再加上三杨辅政，文官集团的核心非常的稳固，君臣关系也大致和谐，再加上当皇后也是非常贤能的一位女性这时候也常常发挥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整个明朝朝廷大致上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明仁宗即位之后没有多久，却又发生了一件事，什么事？就是他的身体越来越坏好，我们先讲一下，明仁宗竟然在即位9个月就死掉了也不能算很突然了，因为他本来身体就不好了。他即位之后，尤其是最后3、4个月，他的身体是急剧恶化。关于他为什么会死掉，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也当时有时人的一些笔记，有私底下的一些记载。一般来讲，大概就3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从今天明朝宫廷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最后那几个月他吃哪些药。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得什么病因为他太过肥胖所以导致除了哮喘之外，他到了中晚年之后又出现2个很重要的疾病。第一个就是痛风，据说他每次痛风一犯，痛到几天他都不能上朝，到这种地步了对，这第一个。第二个，看起来他应该是得了消渴症，糖尿病虽然他这时候大概40多岁但是他的身体的状况已经非常不好，他糖尿病相当严重了身体撑不住了就走掉了这第一种说。第二种说法是，据说他即位之后纵情声色喜欢服用春药纵欲过度这个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了据说当时他身体非常不好的时候开始请假，因为痛风嘛没有办法上班，再加上后来糖尿病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他的下肢浮肿到什么程度？他去哪里到坐椅子上别人抬着他，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据说当时的侍读是新科进士李时勉当时就上了一个奏折，
劝仁宗皇帝必须要节欲就是你不要再这样子纵情于女色之中这件事情据说让仁宗非常生气他9个多月就动了这一次廷杖，据说就把李时勉3根肋骨都打断了，然后把他撤职然后把他送回家去打断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仁宗还是没有办法消心中之气嘴巴还在嘟嘟囔囔说李时勉既然这样说我，李时勉既然这样说我我个人是这样看，我觉得李时勉可能这样说仁宗恐怕冤枉他。为什么？各位他这个身体还能够纵情声色吗？对，我们应该反过来看，对不对一个已经胖到连路都不能走了然后痛风成那个样子，然后又有哮喘，对不对？他还能怎么纵情声色呢？对不对？这我们要公平的说这是第一个。就文官集团常常会这样子挑皇帝的毛病尤其是新科进士讲话天不怕地不怕，常常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恐怕也不是那么样靠谱第三种说法甚至于还有传说说他的死跟他的儿子朱瞻基有关系原因是因为据说仁宗逐渐病入膏肓之后朱瞻基有好几次单独跟仁宗相处，后来没有几次之后仁宗就死掉了不过这个说法是最不靠谱的，为什么？第一个，没有人能跟朱瞻基争夺皇位对看不到有力的竞争者，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朱瞻基不用动手不然他爸都快死了，对不对？死了就他啦，他何必急呢？是不是所以这个说法恐怕也是不靠谱的所以我认为就是他太过肥胖，再加上宿疾缠身，最后终于在45、6岁的年纪就去世。我认为应该是这样。我补充2个点我不认为朱瞻基动手的点一个是宣宗其实在洪熙元年的4月就被召回南京了因为他本来也是居守在北京吧因为这个时候大家知道成祖皇帝才刚走没多久所以本来应该是要服丧的大家还在丧期还没结束，因为中国传统丧期是3年嘛，对，还没服完。对，而且尤其是大家也知道，宣宗跟他爷爷感情很好嘛，对。但是为什么回来？因为当时做很多地震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讲白了就是仁宗的身体真的是不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点，虽然他比较少跟爸爸相处，不过每一次只要宣宗回到南京，一定会去见爸爸，而且对，据说非常孝顺。对，明朝很特别啦就是说中后期有些奇奇怪怪的皇帝但是呢，当这个皇帝比较正常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家还是相对是比较孝顺的所以呢，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孝宗嘛，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皇帝。我想这个还是有一个身教在的啦。OK， 所以我是同意刚才徐老所说的说法啦，就是糖尿病加痛风，这在古代基本已经能活着病入膏肓了，46岁了也够了啦后来他儿子宣宗也不过36岁就过世了对，这身强体健以古代来讲，46岁虽然也不能算长寿，但也不能算短命。其实这里还有一个误区嘛，为什么？因为太祖皇帝太长寿，对，75、6岁才去世。然后呢，太祖皇帝年轻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差了几度要饿死，结果没想到这个体格反而是最强健的对，没错所以大家要怎么说？你知道，历史总是充满了一种吊诡跟嘲讽但是这就是历史有趣的地方那我想，最后我们当然还是要评价一下那仁宗你凭什么称仁？这是一个大问题时间这么短对，你在位1年而已，你称仁那合理吗？仁宗的问题要怎么看最准呢？我们就找清朝的人怎么评价他们最有用，对吧？好，那我们就来看根据清朝的张廷玉的人编的《明史》卷9《仁宗本纪》呢，他的赞我们都知道，就是史家来怎么说？他这边就写到仁宗为太子施爱于臣主其为而富安，太孙盖有利焉。这边就验证我们刚才说法吧，好胜孙嘛这差一点点就要被废为而富安，就说危险差点掉了太子位就后来太孙盖有利焉。其实有一件事很重要每次臣主在跟宣宗在讲话的时候，宣宗总是替他爸爸维护这一点这个小孩真是聪明，没有错，对，聪明的孩子因为甚至有这种传说，当然这是出自于一些名人的一些笔记或者是亲人的一些猜测，说是不是当时呢，臣主是不是想跳过仁宗了，反正你身体也不好，我跳过你好胜孙，当时是有这个传说，没有错，这个是有这个说法，对，再来呢，即位以后力称其职正得其平纲纪修明，昌于冲宪，炎炎热月岁不能摘当然因为他在位时间并不长啦但只能说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什么叫称其职、得其平、既修明、冲宪？原因很简单，本来就他在执政。这一句话就透露了一件事情，就是原本在做内政的是谁？其实就是仁宗，所以所有东西都是无缝接轨。对，学长你这句话太棒了。那呢？
盖明星自历年60啊，名气渐疏，真然有治平之象也啊。就说明朝立国到现在60年了哈，名气渐疏啊，然后真然有治平之象也，就是说明朝呢渐渐的啊就走向了一个高峰潮这个状况了啊。但若仍然强繁数起啊，旋极血贫啊，扫荡边城啊，剿寇正则啊。地之阴之锐劣啊，庶几克神族武者愚啊！那最后一段真的是确实把他捧得蛮高的。学长，你觉得这个评价合不合理？基本上合理啦，没有错啦。明朝我们可以讲，终于进入一个平稳的年代了哈，就是仁宗哈。仁宗我们刚刚前面讲，就是他从监国时代表现就良好啊，整个官僚集团其实都已经在他的掌握之中了，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一方面，二方面是他即位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他做的事情其实还不算少。他在这一年，不论是外交啦、国防啦、内政啦、财政啦哈，甚至于对国家的法令，他都有所修改、有所增补啊。这一点还是值得我们去申诉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说，虽然他的在位时间短，但他对政治影响的时间却非常的长。从当年靖难战役的时候，他就有很好的表现。后来他的父亲给他磨练的机会，永乐朝可以说基本上后半段是他在执政啊，我们可以这样讲。所以刚刚我们说到无缝接轨嘛，整个朝廷就平稳过渡。还是在强调，各位不要小看王统的传承问题，这就是古代相当于封建王朝里面所谓的宪法问题，就是国家权力的传承问题啊。因为成祖很顺利传给太子仁宗，对不对？然后仁宗又很顺利的传给他的嫡长子宣宗，整个明朝的权力传承才进入到一个平稳的状态，这个朝代才真正进入承平的时代。所以历史上称他跟他的儿子叫仁宣之治啊。是明朝最好的年代，可以说是毫不夸张。我们可以这样讲。所以其实他的政治的平稳性，从接连两帝驾崩，可是却未出大乱，就可以看得出来。最好的对比就是明朝的晚年，皇帝传承每次就是天下大乱，乱七八糟，朝臣之间、党派之间互相倾轧，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人和则政通啦，政通则国兴。所以这个时期就是明朝即将步入一个巅峰时期，只可能说啊，仁宗天不假年呐，未能享国长一点哦。不过他儿子确实有继承他的遗志啊，所以宣宗也在明朝朱棣里面的评价当中可以说是跟他爸爸一起仅次于太祖跟成祖的存在我们可以这么讲所以到底他值不值得这个人字呢？大家可以来评价一下那我个人认为。值了啦，只是很特殊了，对，应该是当之无愧。把他监国那段时间算进来，他是很有政绩的一个人。是 OK， 好，那就关于我们4大仁宗系列呢，我们终于又聊了第3个了很特别在位不到1年的皇帝呢，却可以有这么精彩的故事我想大家应该也觉得大概也很少就有人做一个明仁宗这么完整的一个传记的讨论但这也是我们大任诗人的一个初衷啦我们就是想要发掘不一样的故事把这个脉络介绍给大家。所以如果喜欢我们这个系列，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最重要的话呢，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让我们有更多的粮草可以继续的做出更精彩的节目那也欢迎大家用线下的超级留言、超级感谢或者是呢可以用绿界、PayPal、微信支付宝或者是邮局给我们赞助，让我们呢可以持续的讲更多好故事给大家听。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学长，好，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期待我们下一期再相见喽，拜拜。拜拜。